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枪手夺冠。首先我们恭喜阿森纳拿下英超冠军，恭喜曼城杯赛双冠，恭喜维拉拿下欧联冠军，恭喜水晶宫拿下欧协冠军，恭喜曼联今年股价涨了 40%， 三季度财报预期营收要打破 6.6 亿，恭喜格雷泽和拉不开玩笑啊，曼联的 6.6 亿营收没什么值得恭喜的，人家皇马都创纪录的12亿营收了。皇马创营收纪录，胖叔频道的老观众肯定都不意外，新观众感兴趣的可以关注胖叔之前的视频营收密码。下赛季的英超传统6强除了阿森纳都将是新主帅，英超正式进入了新时代，相信联赛一定会越来越精彩。群雄逐鹿，一马当先的那当然是新科冠军阿森纳了。阿森纳连续3年英超亚军，人称三上又亚，如今终于修成正果，可喜可贺。今天我们聊枪手教你英超夺冠，分为3个话题：一、稳定虐菜；二、双峰分布；三、功利足球；四、为什么三上又亚好不容易夺冠之后会有那么多的质疑呢？贵为销量冠军，有人说他是蹭退役的话题度，还有人说是靠向泽南和辛有菜带他。 BBC 有一张图统计了英超本联赛前5小联赛的积分情况，曼联维拉携手15分排名榜首，曼城13分屈居第3，而新科冠军阿森纳8轮8分。8轮8分是什么水平？这是阿莫林的水平。内维尔说过啊，赢不了争冠对手的球队是赢不了联赛的，但这句话肯定是说错了。阿森纳球迷应该都记得，同样这种前5前6的小联赛，阿森纳过去3年可都是非1即2，却总是差一口气。偏偏今年小联赛拉胯，大联赛夺冠，这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就是稳定虐菜。考弹幕一个冷知识，大家猜猜看，阿森纳本赛季对联赛最后排名后10位的球队，一共20场比赛60分，得了几分？3、2、1，答案是得了56分。20场18胜2平，保持不败，得分率是 93%， 绝对的统治级表现。于是相对应的呢，阿森纳对排名前10的另外9个队伍，18场只有6胜5平5负，得23分，得分率是 43%。这9队里，上至曼城，下至切尔西，只有布莱顿是枪手能够在主客场完成双杀的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夺冠靠的是稳定虐菜，而不是强强对话。而这个道理呢，不是阿森纳的首创，曼城早就给大家打了样。前年的曼城91分夺冠，面对最终2到6名的5强，30分只拿到了12分，得分率是 40%。但是面对其他的14支队伍，84分只丢了5分，得分率是 94%。那这里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啊，我们在学校都听老师说过，考试不要总想着做后面的大题，而是要打好基础。你大题做对了，前面的送分题做错了也是白搭。这个道理呢，就是风险回报比。大题15分一道，送分的选择题5分一道，但是大题可比送分题难了3倍不止啊。我们如果投资时间复习，一定要选一个优先级的话呢，肯定是要优先巩固基础，拿下送分题。而到了足球，这个投资回报比就更畸形了，因为分值不会因难度而调整，你打曼城也是3分，打伯恩利也是3分。那我这里不是说阿森纳踢曼城利物浦不想赢啊，那谁不想像曼城一样百分夺冠，上下通杀呢？但是务实的讲，我们要先谈夺冠，再谈美丽夺冠。输给曼城，那就像莱斯说的 It's not over， 只要稳定虐菜，大题就算丢分了，基础题不犯错，我们一样可以考第一。那有朋友会说，你这不废话吗？稳定虐菜你说的简单，但是我曼联利物浦在狼队身上丢分是为什么？是不想赢吗？那这就来到了阿森纳的第2课，叫双峰分布。我们来看一张图啊，2种分布形态，红色的有点像一个塌陷的正态分布啊，集中在中间，但是很平；蓝色的双峰分布，凹凸有致。那请问各位弹幕，你是更喜欢红色的还是更喜欢蓝色的呢？各位无脑选蓝色的，咱们这是在上统计课啊，还没开始上文化课呢。这个图蓝色是24到25赛季阿森纳球员出场次数的分布，横轴是联赛出场数量，双峰分明有很多球员出场很多，又有很多球员出场很少。红色就是阿森纳本赛季的出场分布，很平滑，说明球队的出场时间分布均衡。左边这个峰变低了，说明球队不养闲人了；右边这个峰变低了，说明主力得到了更多的休息。当然我们注意到在最右侧还是出现了红线高于蓝色的情况，那这是我们的劳模莱斯，在球队轮换的时候呢，总有大 C 要负重前行。那阿森纳是如何改变了这个双峰分布的呢？这里面原因很多，时间有限呢，我们就讲一个，就是合理转会。这里援引一下胖叔之前谈过的 BCG 矩阵啊，当初说好点赞最高的单独出一期，最终点赞最高的是阿森纳。胖叔作为一个 UP 主，别的不会，妈妈教我对别人好就是要说到做到。那胖叔就兑现诺言，希望各位好老公给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爱你。
这个图是胖叔今年4月份31场联赛踢完之后做的，看看这个24到25年小点且在下方的，就是出场时间又少，场均表现又差的，我们画一条线，有什么发现？就是他们全都被清理了。这条线下面的球员有一个算一个，本赛季都不在阿森纳。实际上这条线上面的也只有帕蒂一个人离队了。那这里既有年龄合同的原因，也有场外官司的争议，那就不展开谈了。我们再看这个图啊，是统计了球员联赛出场时间的变化，蓝色是上赛季，红色是这赛季。很多上赛季的主力本赛季出场时间都变少了，变多的只有几个，像莱斯从 31.5 场到了34场，多踢了2场半，加布里埃尔、萨卡是上赛季有大伤病的，还有就是卡拉菲奥里。阿森纳一方面清理了上赛季出场偏少的球员，也就是之前双锋图的左锋，另一方面引进的球员除了内尔高都在本赛季出场稳定，也就是从双锋变成平滑曲线的原因。买人卖人这个道理说来简单，但做起来其实很难。第一，清理也是个技术活。你举个例子，出场时间少，很多都是伤病的原因。我相信你把本赛季的曼联画一个图，芒特利、马德里赫特都会排在下面，但是曼联会有这种魄力一刀切吗？第二，买人就更需要技巧了。阿森纳补入的这几个球员来之即战，实打实的把双锋变平了。而我们曼联买入像乌加特、切尔克泽，也是想把双锋变平，但是他们还是成为了左锋。最后呢，就是理论上来说，从死操主力到科学轮休，球员的表现应该是有所上升的，但是时间有限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球员的表现是不是上升了？不知道。球队的表现肯定是上升了。对下游球队18胜2平，最后拿下联赛冠军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当然了，枪手夺冠，媒体头条讲的既不是轮换，也不是虐菜，而是功利足球，而且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阿森纳本赛季的定位球进球是第一，你采访塔帅，他会说觉得枪手进的定位球还不够多。但你采访瓜迪奥拉，他会说曼城的定位球进球少蛮好的呀，转手人家曼城就创下了连续20个运动战进球的记录。阿森纳在欧冠决赛发定位球拖延时间吃到黄牌，你采访卡拉格，他会说阿森纳 uses the rules until the last inch， 也就是说把规则算计到了最后1厘米。而你采访斯奈德，他在欧冠半决赛首回合之后就说，应该把阿森纳和马竞的次回合取消，直接让拜仁和巴黎踢决赛，他们才能代表足球。那这一系列的争议说到底是对足球本质的辩论。1992年克鲁伊夫说，比起1比0，我更愿意赢5比4。2004年穆里尼奥说，5比4是冰球比分，不是足球比分。有人的足球是娱乐，是灵感，是自由，是才华横溢。有人的足球是效率，是数据，是纪律，是成王败寇。我们看球是为了什么？是奖杯，是记录，还是鲁尼、吉格斯两翼齐飞，小罗、梅西灵光乍现呢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你是喜欢1比0还是5比4都没错。反正胖叔是喜欢8比2，开个玩笑啊。弹幕里刷7比0的别刷了啊，什么7比0，冰球都没有这种比分。最后呢，还是给枪手说句公道话，当初阿森纳踢美丽足球，媒体批评说只开花不结果，如今枪手功德圆满了，媒体又批评说不是美丽足球，真的好讨厌。那不过枪手的冠军不是为媒体拿的，是为了每一个默默守望20多年的老枪迷拿的。在这里恭喜各位枪迷，3次亚军有多难，如今夺冠就有多甜。别管别人说什么 ，haters gonna hate。你当年配合水乳交融，他们说你躲避身体对抗，你现在身体对抗拉满了，他们又笑你3上又压。等你拿了冠军了，又说是靠向泽南和辛有才带的。你们到底要3上老师怎么样嘛？谁说我们功利足球只会防守的？这不也踢了热刺2个4比1吗？就这还说我们演技敷衍，业务摆烂？你们到底看不看球啊？今天我们就来细读经典，看看3上老师少数演技在线的一场球。3上老师上课的时候呢，注意到一位学生心不在焉，下课后的午餐时间也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座位。3上老师就小心翼翼的接近学生，俯身问道：红豆你大丈夫？那今天的2个词汇呢，都是不少朋友耳熟能详的啦。红豆泥就是很多人爱写作红豆泥，就是真的。比如不少日本女生杀手锏之一的红豆泥就是真的吗？这个翻译成中文呢，就是杨丽老师说的互联网那是什么呀？这招看似呆萌，实则凶险。所谓虚怀若谷，扮猪吃虎，各位老公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。大丈夫啊，汉字是大丈夫，念作大丈夫啊，就是没事儿吧。日语有些发音和粤语有点像啊，你像大这个汉字，粤语念作呆，日语念作呆，那讲白话的朋友肯定触类旁通了。红豆你大丈夫就是你真没事儿吗？午饭时间了你不饿吗？那学生就嘴硬的说大丈夫，结果自己肚子咕噜叫了一声，3上老师噗呲一下就笑了。学生说其实我今天没带钱。3上老师说那这样啊，老师请你吃吧。
于是两个人呢就到了一间空教室进餐。席间呢，见学生心事重重，三上老师就说：“你有什么心事儿，说出来会好些哦。”那学生说：“实际上我爸妈突然离婚了。”随后呢，学生就打开了心扉，诉说突然离异的父母、被家出走的母亲、一蹶不振的父亲，以及佯装坚强的自己。三上老师听到这里，突然用了一个很笨拙的方式抱住了学生的肩膀。这个非常规的防守动作呢，是枪手本赛季角球战术的重要一环，精髓就在于位置的拿捏。你高1寸变成了锁喉，低1寸变成了袭胸，只有这个暧昧不清的瞄准这个锁骨的部分，才能让被防守者和截城选手一样手足无措。不过这个动作一出来呢，有人又要批评三上老师演技不好。咱们也不能对三上老师的要求太高啊，说什么夺冠英超只进了71球，人家红军去年86球，前几年曼城3连冠都是90多球，我们三上老师又不是温格，你还非得把球传进球门吗？这个关心的动作虽然笨拙一点，但是人家导演都没想上，能继续推进比赛就行了嘛，要什么自行车？随后一段时间呢，两个人常常一起吃午饭，感情也就融洽了起来。直到有一天放学后，学生目睹三上老师上了另一个年轻男人的豪车，扬长而去。当漆黑的轿车缓缓拐过街角，还是高中生的童弟就站在那里，怅然若失的目光望过去，满眼都是自己失恋的影子。次日的午餐，学生说：“三上老师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一起吃午饭了。”镜头给到三上老师啊，表情一点都不意外，那毕竟剧本也都看过好几次了啊。照本宣科的说词儿，说：“为什么你说这样的话，老师我会傻逼戏哟呢？”那各位老公，咱们上日语也快2年了，要是有朋友现在还听不懂傻逼戏的，胖叔我会傻逼戏哟呢。那学生负气的说：“因为老师你有男朋友了呀，我昨天都看到了，你上了他的车。”三上老师连忙解释说：“哎呀，那只是我相亲的对象。”学生就打断说：“老师，你不需要解释了，你这么漂亮，有男友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这么说也许很奇怪，但老实说，我真的很羡慕对方。你们以后好好相处吧，再见。”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课代表留一下番号，总结一下课程要点。第一，硬仗赢得尊重，但是虐菜赢得总冠军。大题只有1道，基础题却有几十道。全年级唯一做对大题的那个固然是学霸，但每一个基础题都不犯错，才是真正的年级第一。情人节、母亲节、38妇女节，买花只需要3天，买菜、做饭、带娃却需要365天。朋友圈里的99朵玫瑰固然幸福，但是每一天都全力以赴，才是真正的好爸爸和好丈夫。第二，初心易得，始终难求。每个豪门主教练目标都是夺冠，每个天才素人目标都是销冠，只是成功路上荆棘丛生，1压2压3上又压，终成正果的背后是你百折不挠的坚持。科比、C 罗和吉泽老师用行动证明了一句话：努力未必会有结果，但努力是不会骗人的。第三，不怕兄弟苦，就怕兄弟开路虎。曾经的红魔枪手一时余亮，时过境迁，沦为桃园兄弟。只是兄弟心里明白，你这么多亚军，最后拿冠军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这么说也许很奇怪，但老实说，我真的很羡慕对方。看着老师上了别的男人的路虎，我也只能说红托尼带脚步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希望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